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 K 的频道。我现在是在重庆东水门长江大桥。下面是长江，长江左边是重庆渝中区，右边是南岸区。下面这条路呢，就是南岸区的南滨路。今天要去逛的是夏号里。现在跟我一起去看看吧。下面这片区域就是夏号里了。其实这里以前地名就是夏号，后来被开发成了一个具有传统文化、以老旧街区风貌的商业街，取名为夏号里。现在可以看到一些比较老旧的建筑。但是后来新建的建筑和老旧的建筑混在一起了，也有点难区分。朋友们，你们能看出来吗？下边有一个南滨路的主入口，可以进入到里面。整个区域的话也是很有错落感的。旁边有直升梯可以通往街区里面。不过我们先走到前面的主入口，再开始往里逛。马路对面是龙门号老街。待会儿逛完夏号里之后，我们再去到那里。前面是重庆轨道交通6号线上新街站的1号出口。如果你要到这边来游玩的话，乘坐轨道交通是很方便的。这里就是夏号里的入口处了。现在我们往里走。可以看到里面的建筑和商店非常多。哦，这里我们要靠江子去这里，我们还老跟着江子。这些都是坐在这里休息的吗？第一个笼子里关了2个小朋友，所以这些鸟笼是关小朋友的吗？阶梯上写的夏号里3个字。
建筑的墙上写着“这很重庆”。所以大家都在这里打卡拍照。对呀，就是没有上牌。刚开始不是很明白，就这么几个字有什么好拍的呢？但是后来听朋友解释说，拍这种照片都是为了发朋友圈给别人看的，自己顺便也做个留念。以这种方式记录，能第一时间让别人知道你现在在外面旅游，也能直观地看出你到的是哪个地方。这家看来是著名 YouTuber iShowSpeed 光顾过的店。旁边这栋建筑看上去就很有年代感。我就是从桥上开始出发的。这家店的生意挺好的。这里也可以打卡拍照。这些树刚好把东水门大桥框在了里面。好漂亮。这个地方拍照也不错。这儿也有一个展望台，可以看到对面的来福士广场和东水门大桥。是一个明星推荐的打卡机位。
随处都可以拍。这是一家文创店，前面这栋建筑挺有设计感的，不过我现在闻到了一股臭味，应该是附近有一个厕所吧。好像是一家茶餐厅。墙上有一排字，写的是“夏号里没有一条路是走不通的，自信一点来”。那我们就去探索一下吧，看看这里边都能通向哪里。这是一家卖什么的呢？咖啡店。房檐上，这是营造出的雪的样子吗？哦，看下面好像是有人造雪，还有很多南瓜。地上的石阶和扎根在石壁上的黄葛树，就非常具有重庆特色。对面好像也属于夏号里吧，好热闹啊！有一种爬坡上坎的感觉。这棵是重庆的市树，黄葛树吧。这几栋铺着瓦片房顶的建筑，
和旁边这栋长满了爬山虎的房子，看起来特别有年代感。这栋老建筑被打造成了一家餐厅。在外面都能闻到菜的香味。今天天气好，出来玩的人比较多。这栋建筑现在取名为半山。这是一处文物，此处文物为一栋2楼一底砖木结构的中西式建筑。当地老百姓称此楼为洋房子，是重庆开埠时期法国永兴洋行高级职员的住所和活动室。进去参观一下吧。进来参观的人也挺多的。屋前有一个很大的庭院，听说这里现在是一家酒店，同时也在经营咖啡店，可以坐在这个庭院里喝咖啡。冷吗？就在里面啊。我给你个凉席。那不是有专门搞过的那个裁缝？这边也有很多甜品店和咖啡店。这几个人的视角是可以看到对面的节目演出吗？可以去看一下吗？下面有一个小河沟，继续往前走。
对，太阳眼了。到处都能看到这些鸟笼和假鹦鹉，看来这边近期在举办主题活动。这里也是一家甜品店。这里下不了。这是一家卖花生米的店，看它的介绍，好像很有历史，但没有多少人光顾。看了看价格，不贵。但是其实一家中两店，就对外开放之后，当时跟幺八九办大的都是。最下面写的是爆款机位打卡点。结束了，稍微晚一点点，没事晚多少？去找一找这个位置。这栋建筑一看就很老旧。听旁边的游客在讨论，这栋建筑以前是一位名叫夏浩六哥的人在居住，他好像是一位有名的作家，但是我不太认识。朋友们，你们认识他吗？这个人，对头，就是他。如果还点签其实。哎。哦，这个是个作家，他的房子。这条路坡度有点大，旁边还贴心地准备了扶手。最佳观景台打卡点，应该就是那个爆款打卡机位吧。
路有点窄。这里好像是一家咖啡店。秋冬季灯光开放时间是18点。那就是说，到18点来看这里的灯光会非常漂亮。爬上来了。得亏我刚才吃了。小心碰头。我应该是走到了刚才从对面看过来的这个位置。哎，这边姐姐有没有？上一层的，上一层。原来刚刚听到有人唱歌，就是这家店请的驻唱。好听。房顶上还有一个充气人偶。这座桥是以前就有的，还是后来修建的呢？再往前应该就是出口了。现在我们往这条路走。
这里有一家宠物店。好肥的猫猫。喵。它一直在舔它的尾巴。小心手。这也是一个打卡拍照点。可以看到下面的蓝滨路了。这边好像没有太多好拍的。现在我们倒回到刚才的路口，继续往前走。店门口有一棵很大的圣诞树。走到了这栋名为半山的建筑。现在我们往这边走。哇，果然还是得你的设计，我的设计。这些样品看上去很有食欲啊。谁买我东西了？不是我的意思。好的哈。这样的太高。这上面本来是想修一个露天泳池吗？树上像是接的柿子，但其实是灯。现在已经是圣诞节的装扮了。走累了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。
这里到处都可以上上下下的去逛这些商店。看到地铁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就是站在画面中间的位置往下拍的。地铁又开过去了。这栋建筑是比利时大使馆旧址，现在是西餐厅，可以喝下午茶。感觉没什么逛的了，我一般。走吧。不走了。啊，从哪边？从哪边知道啊？有位置。我坐过。本来想看那个。哎呀，我觉得。肩上有一只鹦鹉。可以看到对面的渝中半岛。这栋建筑就是比利时大使馆旧址。刚刚，北桥老家。刚刚我们在桥头看到的那个直升机就是这里了。手機冇實打隻狗嘅電話落去。有做大二手啦。我俾到东水门大桥观光区哦，啊，咱叫东水门大桥。东水门大桥的左边是龙门号老街，现在的右边就是夏号里。这两个地方以前都属于夏号。前面这栋也是由以前的老建筑打造成的酒店。夏号里差不多就逛到这里了。虽然远看这个地方面积不大，但实际上这里面的道路错综复杂。如果你有机会的话，欢迎到这里来走走、逛逛，来感受体会重庆山城步道的爬坡上坎。把骑都骑到一块。现在我们从这边往下走。
哪边的口啊？从这里走出来就是南滨路了。锅店我找不到。你在哪里啊？然后我就去川渝那个，肯定到我们附近了嘛。如果从南滨路这个入口进去的话，这样哈，都是上坡。如果从上面入口进的话，可能路程会轻松一点。我的已经来了1952。往前走就是龙门号老街。来了嘛。现在我们一起去逛逛吧。龙门号老街以前也是下号区域的一部分，只不过它比旁边的下号里先开发出来。这里有很多文创小店。大都是卖一些装饰品。有2只熊本熊。介绍说，这只熊本熊经历了2020年重庆百年一遇特大洪水，好可怜，被绳子拴着，在长江里泡着。图片上的熊本熊额头上有划痕，和这只不太像啊。应该是这只吧。可能是因为身上的划痕太多了，不太好看，所以放在里边，把这一只稍微好看一点的放在外边。这边是美食街，这烤串看着很有食欲啊。墙上的图示记录的以前老街的样貌。来来往往穿梭的人群和商贩。感觉这一块区域都是美食。炸土豆，
这边还有一只小的，但是少了一只耳朵。现在从这个台阶往上走。这个桥就是重庆的东水门长江大桥。哦，好，你们人呢？我接个电话，你们快点拿起来。这边有好多石像。是一家艺术馆。这个季节还在穿短袖短裤，会不会有点冷啊？好多人。拍照打卡点，很多人在这里排队，可以和东水门大桥合影。这边有直升梯，可以往上。还是从这边步行上去，顺便看看都有些什么店。从这个角度拍出去，挺好看的。对面的高楼大厦就是重庆渝中区。我们再往上去俯瞰一下。这是什么呀？好像是用整只虾和鱿鱼制成的鲜贝。之前去日本游玩的时候见到过，没想到这里也有卖的。有一个聚宝盆，大大的一个福字。这个门叫福门。左右两边都是文创店，那兔子挺好看的。
上面红色的葫芦形状的灯笼，看上去很喜庆。这边的步道也是用石头砌成的。海报上的这些高楼就属于渝中区，看上去挺壮观的。前面这个露台是可以随便进出吗？还是说需要光顾这家店才可以进入到里面？和他们一起走进去吧。找个角度拍一下过江索道。出来了。这是一家书店。我还有一个麦当劳。继续往上吧。来，要不然我给他。开始爬坡了，这也是重庆道路的特色。这里以前是邮局，现在改造成了咖啡店。坐在这里喝咖啡应该很爽吧。Creo que me gustaba más la otra. La otra lista. Bueno, hazla, ya que estamos. Ya lo sé. 我不管坐在上面的。他有些时候来喜欢我，还不喜欢他。夏号里和龙门号老街这两个地方，好像最多的就是这种茶餐厅或者咖啡厅。和朋友一起坐在这里聊聊天、晒晒太阳，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
海报上写的是美国大使馆武官住处旧址2号。就是这栋楼吧。资里面，我也觉得身份都比那里，还可以拍到后面的随处都可以看到有人拍照。对焦就这样的。你看你喜不喜欢？下边海报写的是重庆海关别墅旧址，还有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旧址，就是这2栋楼。但好像现在都被打造成了酒店。重庆一入秋就很难有这么好的天气了。今天的游客们都非常的幸运。我们继续往前面这条路走。慢慢咯嚇，一邊睇一邊落咯。啊，度有電梯，而家埋邊度？梗係延撐啊！而家坐。这是小区跟在那个人说，这里也是一个观景台，所以他们是在和我在重庆拍照，还是准备和地铁拍照呢？地铁最佳拍摄点。这是重庆轨道6号线。索道又行驶过去了。这是一家茶室。
从这里上去。就想说，要不然了。这也是一家茶室。继续往上爬。这里有一个揽月台、观景台。不过现在想要进入到里边，还需要排队。我也来排着吧。牌子上写着“重庆古巴渝12景龙门号月”，龙门号的名字就由此而来。不过重庆12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。这里是玻璃观景台，需要穿上鞋套入内。下面植物的叶子都已经顶到这个玻璃上了。别的也可以，对。来福士广场。这个观景平台可以远眺对面的渝中半岛。来往的车子也很多。近期来重庆旅游的游客非常多，到这里拍照留念也是很不错的。天上的云把对面渝中半岛的高楼凸显得很清楚。龙门号差不多就逛完了，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呢？是更喜欢这种具有特色的室外商业街，还是更喜欢大型的室内商场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哟。飞机从头顶飞过，马上就要降落了。如果你要到重庆来，建议记得坐靠左边的座位，这样的话，降落的时候大概率可以在空中俯瞰城市全景。今天的散步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观看，再见。